行行好，给点吃的吧。别人穿越不是皇子就是将军，只有我今天穿成一个乞丐。公子，公子，求求你帮我买了吧。姑娘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我也没有钱啊。这古代还真乱，那边在举行诗文庙会，这边竟然在卖身葬父。去！今日门神庙会，休想再次扰乱雅兴。你没事吧？怎么，你一个乞丐也想把它买下来？那可是20两，你有这个钱吗？今日诗会以这幅《寒江独钓图》为题，各位学子可上台踊跃作诗，胜者可获50两纹银。作诗？对呀，9年义务教育可不是白上的。要是能赢下这50两，我就不愁饭吃了。居然是咱们临江城最年轻的秀才叶良辰，今日的头筹非他莫属了。那个和叶公子一块登台的那个人是谁啊？他哪来的自信？这谁啊？敢和叶公子一较高下？这人我认识啊，名叫云烨，一个乞丐吧。在下云烨，晚辈叶良辰见过庄先生、刘县令。这位名叫云烨的乞丐，面对众人嘲讽，还能表现得如此不卑不亢，倒是有点意思。典礼吧，可以开始了。先生，我写好了。这话不行，这乞丐绝对写的一手烂字。庄先生，此人就是一个乞丐，分明是来闹事的。晚辈请求把他赶出诗会。难不成我看走眼了？这个云烨真的没有一点学识？还请先生过目。好，那我就看看。好啊！庄先生说云烨的字好。庄先生浸淫书法数十载，连他都夸赞云烨的字。我学的可是书圣王羲之的行草。这书法可是你自己创作的？学生自创的草书，先生见笑了。草书，草创之意，好名字，好名字。庄先生，此次名为诗会，就算这字写的再好，也不能喧宾夺主啊。对，再好些，还是要诗写得好才行。还请先生看诗。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好诗，好诗啊！诗从画来，画由诗生，虽不言雪，却无处不是雪景啊！妙哉啊！你写完了吗？还请先生补上。格律不通，语句不顺，这也叫诗吗？我宣布，今日诗会的头筹非云烨小友莫属。来人呐，把50两赏银交给小友。我的第一桶金终于到手了。云烨小友，我有一事相求。先生请讲。这草书能否传授于我？先生愿意学，学生自然愿意教。好，达者为师。还请老师授我一拜。不会吧？这什么情况？这庄景安除了是当朝大儒以外，还挂着一个帝师的头衔。我当他的老师，岂不是变成皇上的师公了？开什么玩笑啊！庄先生，我不过是区白身，岂敢当您的先生？您这折煞学生了。那您要是执意要行礼，学生可不敢教先生草书了。呵呵，那我就不给你行礼了，你可要教我呀。先生，这是应该的。3日之后，学生便把草书的临帖送给先生。今日没有其他事情，学生先行告退了。公子这般神仙一样的人物，真的会看上我吗？
子，你卖身葬父的钱20两，我出了。谢谢公子。有为以后一定为公子当牛做马，报答公子。这云逸虽然是个乞丐，但能得到庄先生的青睐，我可得和他打好关系。终于能买点好吃的，犒劳一下我的五脏庙了。这次赚了50两银子，买下沈佑威和这处房产，还剩5两，足够我做生意的启动资金了。哼，佑威怎么不点灯啊？啊，可能是出去了吧？不对呀，这么晚他能去哪儿啊？他不能是趁我买猪肉的时候逃跑了吧？谁在外面？佑威，是我回来了。相公，那个，佑威啊，你在家怎么不点灯啊？我一个人在家，不点灯，可以省点灯油钱。昨天还是个乞丐，想不到今天就有房有媳妇儿了。娘子，你不需要这么拮据的。你看，我给你带了什么？猪肉，还有米和面。不光如此，我还给你买了一只头钗。相公，这是给我的吗？当然了，快戴上让我瞧瞧。相公，家里没剩多少银两，不用把这些钱花在奴婢身上。你这是说什么呢？你既然成了我的娘子，那我肯定会对你好的。再说了，你相公我都在诗会上拔得头筹了，你还怕我以后赚不到银子？好，那我去把这个钗子放到屋里。如今有了诗会头筹奖励，剩下的5两银子，这做生意的启动资金已经足够了。是时候考虑一下该做什么生意了。相公，平时你学习需要多用脑，喝点糖水补补。好。哎呀，这糖水怎么味道这么怪？那我尝尝。没问题啊，黑糖水本来就会有一股焦糊味和苦味的。我知道做什么生意了。你干嘛，相公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一时激动。相公，你刚刚说做生意，是做什么生意啊？啊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黑砂糖吃起来又苦又涩，我完全可以使用木炭吸附法进行提纯，变成甜而不涩的白砂糖。说干咱就干。相公，这些糖可是咱们家好几个月的量，你怎么全倒进去了？放心吧，没事儿啊。这木炭你下锅里干什么呀？完了，这锅糖水算是毁了呀！别急，继续烧火，一会儿就有惊喜出现。惊喜？什么惊喜啊？等着吧。哇，这好漂亮啊！白花花的一片，简直像雪一样。这叫白砂糖，尝尝。
甜啊，完全没有苦味和江湖味了。相公，难道你说的生意就是这个？没错，明天我就去临江城卖白砂糖，一定会受到那些富贵人家的追捧的。那你快熬。哟，这位公子，你要买些什么？我是来卖东西的。啊？卖什么？白砂糖。这，去，大中午的打扰我午休。我这糖铺最不缺的就是糖。掌柜的，您先别急，您先看看我卖的东西。啊？这玩意儿是糖？我怎么没见过？至于白砂糖这个名字，更是闻所未闻啊！嘿，你该不会往里面投毒吧？唉，这附近就是官府，我要是下毒，不是自己找死吗？这白砂糖怎么会这么甜啊？好甜啊！比我店铺里所有的糖品质都要高。小兄弟，你这白砂糖多少钱一斤啊？小兄弟，你这白砂糖多少钱一斤啊？1两银子1斤。怎么这么贵呀？贵吗？黑砂糖100文一斤，你这白砂糖顶10斤的黑砂糖。掌柜的，这账啊不能这么算。这黑砂糖市面上到处都有，可这白砂糖整个大周王朝只有我这里独一份，而且我可以保证只卖给你一家，你可就是独家代理。任何官宦、商户、平民想要购买，都只能来你这儿买。这奇货可居，掌柜的还觉得贵吗？不贵，小兄弟，你这白砂糖我全都要了。不贵，小兄弟，你这白砂糖我全都要了。好。多谢。慢走。这次只做了10斤白砂糖，卖了10两银子。不过每3斤黑砂糖就能提纯出1斤白砂糖，成本300文。我卖1两银子，净赚700文。哼，这简直是暴利。天色也不早了，再去别的糖铺买点黑砂糖，就赶紧回家吧。听那小子说，整个大周王朝只有他一家卖白砂糖，显然他有独特的制糖方法。如果我能够得到这种方法的话，岂不是能够富可敌国啊？小六，掌柜的，您叫我。立刻跟上刚才卖糖的那个小子，调查清楚他的背景，把制糖方法抢到手。如果他敢反抗，杀！是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制糖的方法拿到了吗？掌柜的，这件事儿您就别想了。刚才卖糖那小子叫云烨，就是在诗会上以一首江雪得到庄先生赏识的云烨。妈呀！听说刘县令正想讨好他，幸亏没动手，不然我死定了。是啊，以后云烨小兄弟再来糖铺卖白砂糖，通通按2两银子1斤收购，并且只能打好关系，不能得罪。明白。哟喂，我回来了。相公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离开后，我越想越担心，这大周王朝没有白砂糖，你拿去卖和小儿怀金没有区别，说不定就会招来祸端。万幸你回来了就好。放心吧，别忘了，我可是庄先生赏识的才子，就算有人心生歹念，调查过我的身份之后，也就不敢做什么了。相公，你这是出发之前
就考虑好了吗？当然了，我又岂是那鲁莽之人？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吗？啊，对了，我呢给你买了新衣服，看看喜不喜欢？哇，好漂亮的衣服啊！那就赶紧去换上吧。好。相公，好看吗？好美，衣服美，你更美。就你嘴甜，坏死了！云逸，你完蛋了！现在立刻跟我去见村长。相公，来者不善，说不定村长根本没叫你，他是想骗你出去，趁机对你动手吧？我看他还没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假传村长的命令。那我陪你一起去吧。放心吧，你在家乖乖等我回来，没事的。走。云逸见过村长，各位族老，不知村长今日召晚辈前来，所谓何事？云逸，把你家里的房产交出来吧。我们家的房产，我为什么要交出去？当初把房子卖给你，是因为你是读书人，如今你身份暴露，自然没有资格继续站着。我还有什么其他身份吗？大胆云逸，还敢质问村长大人？别以为你在外面做的那些龌龊事，大家伙不知道。我到底干了什么龌龊事，让你们非要收回我的家产？你还敢狡辩？实话告诉你，你盗用刘夫子江雪的丑事事发了。怎么回事？我只不过是做了几天生意，这江雪怎么就成刘夫子的了？各位族老，根据我得到的消息，云逸之所以会被刘夫子赶出学堂，那是因为他私自盗用了刘夫子的诗词，参加了诗会，而且还拔得头筹。这小子竟然还盗用夫子的诗词，咱们整个村子都要跟着蒙羞啊！就是啊，以后村子里的孩子再想读书，这10里8乡内都不一定有一个夫子愿意接收。云逸，你一个人断送了整个村子的求学之路，把他的家产拿回来，简直便宜他了。我认为应该把他逐出村子。云逸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说了这么半天，不过只是你的一面之词，实质性的证据呢？证据？还需要什么证据？众所周知，你入学5载，到现在还是个白身。你如果真有写出江雪的本事，早就已经中举了。这首诗一定是你偷的。唉，这么说来，那就是没有证据。敢问各位，你们难道真要凭着周康的3言2语就给我治罪？放肆！放肆！还不跪下磕头认错！唉，云逸，我们也想信你，可是以你的才华，确实做不出江雪这种诗词啊。谁说我做不出来的？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醉里挑灯看剑，转诸葛低绮户照无眠。不知天上宫阙。这些诗都是你做的。村长，你别被云逸给骗了，这些诗肯定都是他盗用的。你放屁！云逸连做10首诗，每一首都是绝世佳作，天底下谁有这种文采？他要去哪里盗用呢？哎呀，现在可以肯定，江雪确实出自云逸之手啊！周康，你陷害云逸，差点害咱们村失去一名龙凤之姿的大才，该当何罪？我建议罚周康30亩肥田。不行，我爹是周员外，你们这么做，他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让你爹来和我谈，给我滚！滚！云逸，这件事我有失察之罪，我向你道歉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
那句话说的没错呀。当你成功的时候啊，这身边都是好人，村长和族老们都意识到我的潜力，这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，开始讨好我了。唉，还真是现实啊。村长不必如此，今日之事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不过希望下次不要出现类似的事情。这是自然呐。为了表达我的歉意，罚周康那30亩肥田，以后归你所有。不仅如此，我们族老知道你忙于求学，没时间打理农田，还专门配备一些农夫替你打理。往后啊，你就安心备考科举便是。是啊，那就多谢各位。没有什么事情，云逸先行告退。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脸上的巴掌印又是谁打的？云山。村长云山，咱们家可得罪不起他呀。爹，难不成就这么算了？云山可是说了要罚我30亩肥田，难道就这样白白交给他吗？把话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都怪那个叫云逸的王八蛋，不就是在庄先生的诗会上拔得了头筹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结果云山当场直接翻脸，抽了我一巴掌。爹，你可得为我报仇雪恨啊！我报你个锤子的仇！庄先生看中的人你也敢得罪？你想害死我们全家是不是？赶快去准备礼品，跟我去云逸家赔礼道歉。你看，那边云逸小友，老夫冒昧前来，还请小友勿怪。庄先生，3日之期未到，怎么就上门拜访了？庄先生莅临寒舍，真是蓬荜生辉。快请坐。不知庄先生今日前来，有何指教？指教不敢当啊，只是新年行草字帖之事，寝食难安，这才登门拜访啊。倒是学生疏忽了。有为，给庄先生拿过来。这正是我心心念念的行草字帖呀，实在是多谢小友。如今天色已晚，既然如此，老夫就不再叨扰，先行一步。那庄先生慢走。请问云逸在家吗？在家。谁啊？你来干什么？有为，不必着急，说不准他们是来给我们送肥田的。他们能有这么好心，我才不信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这次前来，一是带逆子过来给云公子道歉，二是来奉上30亩肥田的地契。云公子，现在我们的债务就一笔勾销了。逆子，还不快把礼品和地契交给云公子？云公子，我就周康这一个儿子，所以从小把他宠坏了。我向你保证，回去以后定当严加管教。如若他再犯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既然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算了，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。不过我们丑话说在前头，要是再犯，道歉可就没用了。一定一定。多谢云公子。慢着，请问阁下穿着华贵，而云逸小友家境贫寒，阁下为何如此放低姿态，就连地都白送？你的消息未免也太闭塞了吧？竟然连云公子在诗词会上大放异彩，得到庄先生赏识的事情都不知道？你是觉得云逸身后有庄静安撑腰，你才不敢得罪他？我一直以为云逸是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，做事不卑不亢，没想到竟然私底下打着我的名号为非作歹。当然不是，是我这逆子污蔑云公子的江雪是盗用他人诗词。要不是云公子现场连作10首绝世佳作，岂不是蒙受不白之冤？所以我来赔礼道歉是应该的。原来如此，看来是我错怪云逸小友了，惭愧惭愧。10首绝世佳作，
小友可否复述一遍？那学生就献丑了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第11首，云想衣裳。小友，不是说是10首佳作吗？坏了，背诗背上瘾了，没刹住车。哎，老夫也是糊涂了。小友能够连作10首佳作，如今灵光迸现，再做1首有何奇怪？没错，偶有所感，作诗1首。这10首不愧是绝世佳作，每1首都足以流传千古。老夫若不是亲眼所见，绝不敢相信这些绝世佳作是出于小友一人之手啊。至于这第11首，仅听第1句就知道同样也是绝世佳作，不知小友能否把诗读完？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好啊好啊，妙啊妙啊！小友这首诗想象之巧妙，用各种美好的事物赞美了小友身边这位姑娘的姿容，又浑然天成，毫无吹嘘拍马之意啊。相公，这首诗原来是写给我的吗？幼薇如此期待，我要是否认，岂不是伤了她的心？算了，干脆承认吧。没错，你喜欢吗？好好好，才子佳人，看到你们，老夫都感觉回到了年轻时候。如此妙事，老夫也想增添一段佳话。小友，你可愿意拜我为师？庄先生在上，弟子云逸，拜见师傅。请起，请起。如今你既然入我门下，那我就考考你吧。请先生出题。云逸，你为何读书？我辈读书人，生于天地间，一生所求，当为4件事。哪4件？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先生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我苦苦追寻一生的问题呀，今天终于有了答案。只可惜我已经老了。云逸，希望你能完成为师的心愿。相公，庄先生他……让先生静一静吧。3天之后来我府邸举办拜师仪式。谨遵师命。如今我已经算是庄先生的弟子，可以尝试着手制作精盐了。毕竟这种战略物资一直都是官营，普通人敢插手必死无疑。不过现在有了庄先生弟子这层身份，就不用担心了。相公，你饿了吧？我先烧水煮饭，一会儿就好了。相公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别慌，继续烧火，我呀炼制一些精盐出来。精盐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只听说过青盐。这精盐啊，就是比青盐品质更高、味道更好的一种盐巴。还有比青盐品质更好的盐巴？可是相公，整个大周王朝，就连王公贵族也都用的是青盐啊。一会儿我炼制出来，尝尝就知道了。
整整。好咸啊！但是这个味道对比青盐的口感没有那么苦涩。以后做菜只需要放一点点的精盐，就可以提升菜品的味道，而且里面没有杂质，不用担心吃坏身体。可是，相公，这一整罐的青盐只能炼制出1/3的精盐，这未免也太浪费了吧？好啦，别心疼了，1斤的青盐只需要300文，而1斤精盐，我就算卖5两银子，也会有人排着队购买。精盐竟然这么值钱？5两我都说少了，明天啊，我就去临江城卖精盐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云公子你可算来了！自从您的糖啊在我们店铺出售后，生意啊一天比一天好了，10公斤白糖不到2个时辰就卖完了，还有不少达官贵人来询问什么时候有货呢。一共20斤，你称一称，看看有没有错。不用称，您云公子做事啊，我们糖铺放心，绝对不会缺斤少两的。我们掌柜的特意交代了，您的糖啊，以后2两银子收，40两银票您收好。好。哎，你这儿收精盐吗？精盐是什么东西啊？是盐吗？我们这是糖铺，并不卖盐啊。行，那我去盐铺问问。云公子请留步，我去请掌柜的，让他来做决定。好，稍等啊。小六啊，你跟了我都快10年了，云公子想卖点盐，咱们就收了呗，能花几个钱啊？这点事儿你还来找我？可是咱不是糖铺吗？又不卖盐，那么大一包盐，少说也有20-30斤，买那么多，咱吃不完啊！蠢货，吃不完送亲戚行不行？云公子是什么身份？我们巴结他都来不及呢，买点盐有什么大不了的？那掌柜的，您过去看看。云公子，让你久等了。小六已经把情况都说清楚了，您手上的精盐我全都要了。这是20两银子，您收好。孙掌柜，银子不够。云公子说的是，40两银子行吗？这还是不够。云公子，市面上最昂贵的青盐1斤也就只要300文啊，哪怕你这里有30斤，也不过9两银子，我们掌柜的出40两，你还不满意啊？未免也太贪心了吧！就算你得到庄先生赏识，也不能拿我们糖铺打秋风啊！你给我闭嘴！云公子，您说多少银子合适？我觉得至少应该5两银子1斤。5两银子，这么贵？5两银子，你这明显是敲诈啊！稍安勿躁，我既然敢要这个价，自然有我的道理。哎呀，这是盐？不对呀，市面上卖的盐有青色的，有黄色的，从来没见过白色的呀。是啊，这看着跟白砂糖一样，是盐吗？云公子，您是不是拿错了？这该不会就是白砂糖吧？您尝尝不就知道了？水，快，咸死我了！就这么一小撮精盐，竟然会这么咸？这精盐的品质完全碾压青盐呐！掌柜的，现在你还觉得5两银子贵吗？不贵不贵，别说5两，就是10两啊，也会有大量的达官贵人愿意购买。云公子，这精盐能只卖给我一家吗？你又想独家代理？对对对，独家代理，我愿意出钱，8两银子1斤。好，我答应了。
谢谢云公子。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快到柜台拿500两银子给云公子？好，来，掌柜的，500两。嗨，我呀没有那么多盐，用不了这么多的。多的就当定金。多谢。慢走啊！果然这制盐才是暴利，轻轻松松就能赚到平常人家一辈子都赚不到的巨款。等回家之后，佑威要是看到这么多银两，肯定会高兴得合不拢嘴的。今天也忙活半天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去给佑威买点东西，然后就回家。这自从昨日老爷从城外回来之后，就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没出来，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老爷乃当朝大儒，一身浩然正气长存，应该不会有事吧？哎，我听人说，老爷昨天去了云逸那里，你们说会不会是云逸把老爷害成这个样子的呀？很有可能。走，咱们去找他问个明白。见过四殿下。先生住所。你们几个大吵大闹，成何体统？四殿下息怒，我们也是担心老爷的安危，这才莽撞。先生怎么了？可是四皇子殿下到来。先生，正是小四。进来吧。先生，我听管家说，昨日您回来之后，回到卧室内1天1夜没有吃饭。究竟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终于找到可以倾囊传授我衣钵的关门弟子。什么？是谁啊？云逸。云逸，我来临江城后听过这个名字，无非是做了首江雪，在诗会上得了头筹。他何德何能，能当先生的关门弟子啊？你过来看看便知。啊？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好大的气魄，好宏伟的理想。这不会是啊？没错，这正是云逸所做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只要假以时日，必定能成为大周朝的治世能臣。没想到先生对云逸的评价竟然这么高。看样子有机会我要去见见他才行。老爷，四皇子，刘县令在外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见过四皇子，见过庄先生。起来说话吧。刘县令，你来找老夫有何要事啊？庄先生，这是在市场上发现的新奇物件，特此来献上。这是何物？此乃精盐。还是白色的。还真是盐，并且比我在宫中用的盐还要好。如今国库空虚，这种盐一旦大批量生产，肯定能增加不少税收，补充国库。这种精盐是何人所制啊？这下官不知。3日之内给我查出制盐者所有的消息。是。还不赶紧去查？是，下官这就去查。先生，我本想着去见见你这位关门弟子云逸，可谁知道来了这么一档子事儿。无妨，国税才是重中之重。毕竟云逸哪怕再天赋异禀，也需要时间沉淀，才能成为治世能臣。而精盐的制作者，方才能拯救当下的燃眉之急。这3日之期已到，今日就是正式向庄先生拜师的日子。这按照传统，应该有拜师6礼，可是按照庄先生的性格，肯定不会拘泥于传统，送6礼反而不好。
到底该准备什么礼品好呢？有了！我有精盐跟白糖，这不是现成的礼品吗？尤其是精盐，象征着盐税。对于庄先生这种心系国家社稷和黎民百姓的人来说，再适合不过。正好也给先生找点事儿做，省得他退休之后精神空虚。云公子，老爷就在大厅等你，请。多谢带路。学生云逸，拜见先生。起来吧。这位就是庄先生要收的关门弟子，看样子很平常嘛。嘘，谨言慎行。庄先生既然看中人家，那肯定有过人之处。你是在质疑先生的眼光吗？哪能啊！我只是好奇，这小子既然是来拜师的，怎么不带拜师礼啊？这也太不符合礼节了吧！是啊，他这是不把庄先生放在眼里吗？我庄敬安的弟子所行之事无需解释，就算无拜师六礼，又有何妨？你们有什么意见吗？看样子，庄先生对这个云逸极其满意，这是要力挺他了。是啊，云逸就是丢了先生的面子，先生也不在乎。拜师六礼事关重大，代表着弟子对师父是否尊重。没想到庄先生堂堂帝师，一生赫赫威名，竟然会因为关门弟子未带拜师六礼，导致名誉受损。谁告诉你们我没带拜师礼的？先生，这是学生为您准备的拜师礼。好啊。就这两箱的东西，以庄先生的身份，哪怕是黄金万两都不为过呀。是啊，云逸，我看你拿出的也不像拜师六礼啊，不知道这袋子里都装的什么呀？这两个袋子，一个是给先生补身体，还有一个是给先生治心病。庄先生，既然云逸都这么说了，赶快打开看看，究竟是什么好东西啊？云逸家贫，拿不出像样的拜师礼，我当众打开袋子，容易让他丢面子。云逸这么自信，说不定袋子里真准备了特别的拜师礼。既然你们都这么好奇，我就打开给你们看看。这是市面上有价无市的白砂糖，只有孙家店铺才有出售。我上次等了3个时辰，才勉强买到1斤。看分量，至少有20斤呢。云逸有心了。这白砂糖应该就是云逸提到给先生补身体的，不知这另一个袋子里装的又是什么？这个袋子里装的，我怎么看好像也是白砂糖啊？难道云逸送了2袋白砂糖？这是精盐，果然是精盐。云逸，你这精盐是从哪里得到的？回禀先生，精盐是学生用青盐提炼出来的。竟然是你炼制的！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一直在寻找的精盐制作者，竟然是我的学生。精盐，这是何物？我只知道海盐、精盐，不知。看庄先生笑得这么开心，精盐一定至关重要。怪不得庄先生偏爱云逸，这精盐果然解了他的心病。云逸啊，你说这精盐能解我的心病？想来应该非常清楚这精盐问世的意义啊。回禀先生，制衡盐商，征收盐税，补充国库。一针见血，直中要害。为师还一直觉得你比较稚嫩，
需要时间才能成长起来。没想到你现在的见识和眼光，竟然到了如此的境地。诸位，今天的拜师仪式就到此为止吧。管家何在？老爷，您吩咐。立刻把四公子请过来。是。先生，您找我？四公子，这就是我的关门弟子云逸。先生，我不是说我忙完这阵我就亲自去见云逸吗？你怎么还专程把他引荐给我呢？庄先生想为自己的徒弟铺好仕途路，其实我能理解。不过凡事总得分个轻重缓急吧。当下最重要的事是找到金岩的制作者。庄先生的年纪大了，老糊涂了。我才没有糊涂呢，我耳朵还灵着呢。另外，我不需要给云逸铺好仕途路，他的才华精彩绝艳。先生，作诗游戏而已，对治国平天下没什么大用处。这个东西你看有用吗？这不会是？没错，这个东西就是你苦苦寻觅的精岩啊！而这精岩正是我的关门弟子云逸炼制出来的。云兄弟，方才在下出言不逊，您多多见谅。没想到这位四公子还是个性情中人，这掩面礼代表着无颜面对的意思。如果我不接受道歉，以后他每次见到我都需要以袖掩面，表示歉意啊。兄台不必如此，之前都是误会。先生，小厮终于明白您为什么收云兄弟为关门弟子了。云兄弟的才华、心胸，包括能力，都是1等1的呀。那是自然，我的弟子当为人杰，客套话就不多说了。云逸啊，精岩这个事情，你是怎么看的？先生，弟子打算把制作精岩的办法赠与先生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你可想清楚了？云兄弟，精岩之事事关国家大计，谁得到了这个精岩的制作方式，就能赚取无尽的财富。云兄弟要送给先生。赚钱的方法千万，如果我想，有无数种比精岩还要赚钱的办法。另外，先生待我不薄，又为了国库空虚的问题烦恼，我理应帮他这个忙。云逸，能收你为弟子，是老夫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情。云兄弟心怀大义，我代表黎民百姓在这谢过。如果云兄弟不嫌弃，我愿与云兄弟拜为异姓兄弟。快，云逸，快答应下来。皇天在上，后土为证。我赵征，云逸，今日结为异姓兄弟。云兄弟，实际我是大周皇朝4皇子，之前对你有所隐瞒，实在是情非得已。如今我们是兄弟了，自然应该坦诚相待。今后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没想到赵征的身份这么惊人啊！怪不得一向稳重的庄先生，听到他要跟我结拜都着急了，催促我赶紧答应下来呢。多谢兄长。没想到一份制作精岩的配方，竟然让我结识到了大周4皇子，还结拜为了异姓兄弟。这要是让佑威知道了，他肯定不甘心。大哥哥，你能在梅花草堂买东西吗？当然可以啦，不过你得告诉我，为什么让我去买东西？因为哥哥买东西，娘亲就不用卖店了。自从外公和爹爹去世后，店里一个客人都没了。小妹妹，你别委屈啊，哥哥现在就去买东西，好不好？嗯。拉钩。拉钩。掌柜的。朵朵，你又不听话啦？
公子，不好意思，是不是朵朵让你来店里买东西的？她最近总是这样，我代她向你道歉。没关系，我本来也需要购买一些笔墨纸砚。另外，朵朵是一个乖孩子，还希望掌柜的不要责怪她。好，我这就去拿。哎，掌柜的，我看了一下，贵店不仅卖笔墨纸砚，还出售各种书籍，是吧？对，梅花草堂它本就是一间书斋，只因为我经营不善，所以就卖起了文房四宝。即便是这样，也没有好转。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我只能将这间书屋卖了。这对母女相依为命，这梅花草堂是他们唯一的安身之所。如果卖了，以后还怎么生存啊？这个朵朵还这么小，总不能让她流落街头吧？要不我帮帮她？掌柜的，这是100两银票。公子，笔墨纸砚只需要500文，这么多钱我找不开的。这些钱是用来投资梅花草堂的。看来公子是打算买草堂了。是我经营不善，只能将这祖业变卖。可是草堂不值100两，我不能骗你，50两便可。您误会了，这钱是用来投资草堂，不是买草堂的。投资？没错，这个草堂还是属于你。至于这笔银两，是用来给你打理和经营用的。之后如果赚了钱，按比例给我分红就行。可是草堂的实际情况你也看到了，这3天都不会有一个客人进来的。你要是投资的话，这钱不就打水漂了吗？不行，这钱我不能要的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增加店里的客流量。什么办法？烦请掌柜的借我笔墨纸砚一用。《红楼梦》，公子，这个书名看起来平平无奇啊。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，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真好，这么好的书，我刚看开头，我就对后续有期待了。这第1卷已经写好了，你看看。好，真好！我自幼随父亲经营书屋，阅过的书没有1万也有8000，但是像《红楼梦》这么一本，从未见过，真是引人入味啊！这本书不是我写的，是曹雪芹先生写的。曹雪芹？可是我刚才明明看见公子现场写出来的呀！啊，我懂了，曹雪芹一定是公子的笔名吧？算是吧。希望雪芹先生在天有灵，不要怪罪学生啊！学生只是想帮衬这对孤儿寡母。《红楼梦》这本好书一定会大卖的，也会让草堂起死回生。公子的大恩，小小没齿难忘。公子，请受小小一拜。苏掌柜，不必这样，你我只是合作关系，我负责出银子写书稿，你呢负责看印。公子请放心，小小一定会竭尽全力。这剩下的书稿写完，我会尽快交给你。敢问苏掌柜，若是有客人来草堂询问这本书籍，掌柜的打算怎么推销？这么好的一本书，我只要把它往书架上这么一摆，有人过来问，我推销便可。幸亏我多问了一嘴，要是不管不顾的话，肯定会卖不出去的。苏掌柜，你这个法子它也不是不行，就是效率太慢。我这倒有几个法子，想来还不错。苏掌柜不妨拿去试上一试。苏掌柜不妨拿去试上一试。啊，什么办法？我们可以……这样行吗？只要按我说的做，一定可以大卖。免费试读，掌柜的，你这怎么个免费法？今日我们书店呢推出一本新书，名叫《红楼梦》，今日推出一炷香试读版，小姐只需要缴纳10文钱定金，就可以免费试读。这试读结束满意的话，这10文钱可以抵扣20文的购书款。要是不满意，本店直接退还定金。有意思，我还从未见过如此销售手段。想必贵店对《红楼梦》极其看好，才会有如此自信。给我来一本试读版。
这边请。哎，这位小姐，你的试读时间到了。这就看完了？一炷香的时间也太短了吧？毕竟是试读版，时间短点很正常。看小姐如此意犹未尽，想必是非常喜欢这本书了吧？这绝对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一本书，给我来一本。第一卷一共3两银子，扣除20文的购书款，还需要2两980文。正好，给你。没想到真的成功了，还是以3两高价卖出的。我现在不会是在做梦吧？这钱都在这儿了，还能有假呀？给。公子，你太厉害了！苏掌柜，我之前看了一眼草堂的书籍，虽然比不上《红楼梦》，但也是步步精品，就是营销手段太差了，所以才一直没有客人。日后啊，你也可以用这免费试读法来提升销量。好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刘姐姐，你在看什么？怎么如此入迷？《红楼梦》新出的画本。这书名听起来好普通，能好看吗？我可以保证，这本书绝对是绝世佳作，市面上所有的画本加起来都比不上这本《红楼梦》。没想到柳小姐对《红楼梦》如此推崇，这倒让我对这本书生出了几分兴趣。可是《红楼梦》这个名字总是能让人想到青楼这种地方，该不会是一本不好的书吧？思想龌龊的人看什么东西都觉得龌龊。我向大家伙保证，这本《红楼梦》是千古巨作，不看会后悔一辈子的。怎么可能这么夸张？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好诗，好诗啊！就凭这2句，足以证明《红楼梦》的优秀了。我已经开始期待后面的剧情了。柳小姐说的对，有些人思想龌龊，想什么都龌龊。哎呀，好了，别吵了，刘姑娘，快翻下一页，我还等着看后续呢。想看自己去买啊，我自己还没有看完呢。哪里可以买到《红楼梦》？就在城东的梅花草堂。哦，对了，那家书斋啊，还举办了一个活动，可以免费试读呢。梅花草堂，就是这儿。掌柜的，给我来本《红楼梦》。我也要一本。听说咱们这儿可以试读，其他书有吗？如果好看，一并买了。哎，各位不要争，不要抢，人人都有份，10文定金，随便挑，随便选，满意了再付钱。先收我的，先收我的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苏掌柜，快收钱啊！别急，别急，咱们一个一个来。哎，你的，来你的。天哪，云公子，我没想到这不到1个时辰，咱们就赚了100多两。来，这些钱都给你。哎呀，苏掌柜，这钱啊，我不能收。为什么？今天呀，咱们这《红楼梦》还有咱们这梅花草堂的名声，已经在才子佳人中传开了。日后咱们草堂的生意一定爆火，咱们草堂的书根本不够卖。这些钱啊，先用来刊印书籍。还是云公子想的周到。这以后啊，月底分红就成。咱们说好的，赚到的钱1人1半。好。哎呀，这第1阶段的推销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接下来该第2阶段了。第2阶段是什么？上青楼。青楼。唉，果然男人有钱会变坏，荀公子也不例外。没想到一赚到了钱，就要去青楼享乐。你在嘀咕些什么呢？没什么。青楼这种地方，我们女子不便去，荀公子自己去，开心就好。你也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我是想把那些青楼女子发展成咱们梅花草堂的推销员。你想想看，那些青楼女子整天面对的都是谁啊？风流才子。要是他们帮咱们推销，那效果一定惊人。哎，苏掌柜，干嘛这种眼神看我？我就是好奇啊，我好奇云公子脑子里到底是什么，也许这种办法也只有你能想得出来。时间不早了，那我们赶紧出发。尤薇，我回来了。相公，你今天拜师仪式怎么样？
我把制作精盐的方法送给了先生，先生很高兴。哦，对了，我还跟大周皇朝的4皇子赵征结拜为了异姓兄弟。什么？4皇子？你和他结拜？我应该没听错吧？不仅如此，我还投资了一个草堂，名叫梅花草堂。从今天开始，哪怕咱们天天在家睡大觉，每日也会有数不尽的银子流进口袋里。相公，这短短的1天时间，你就办了这么多事儿，你可真是太厉害了。我答应过你会让你幸福。哦，对了，看我给你买的什么？哎，头钗，喜欢吗？哇，好美的钗子啊！那你给我戴上。好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好看，我们家幼薇本来就美，戴上头钗更美了。就你嘴甜，饿了吧？我去厨房给你做饭。好，我跟你一起。嗯。不知不觉已经投资梅花草堂1个月了，这1个月这草堂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火爆，光分红我就赚了3000两。是时候在这临江城买一个3进3出的大宅院，把幼薇接到城里来。正好天色尚早，我先去趟草堂，顺便把《红楼梦》的第2卷给他送过去。苏掌柜，潇湘画坊的陈姑娘说，柜店有一本名叫《红楼梦》的画本，我拿一本，我要送给她。好。苏掌柜，《红楼梦》的第2卷什么时候出啊？我还想看宝玉和黛玉的故事呢。就是啊，都等了1个月了，再买不到，我回家又要被我娘子拧耳朵了。大家稍安勿躁，很快就会出了，好吗？苏掌柜。荀公子，你要是再不来的话，我可要上门催稿了。苏掌柜，你还想不想做生意了？把我们这些客人全部丢到一旁，招呼别人去啊！我这是招待云公子，都是为了咱们大家呀。我看分明是为了你自己，想必这位公子一定是位有钱有势的主儿。他一来，苏掌柜直接不理我们了。还以为梅花草堂是一股清流，现在看来也不过是踩低捧高之辈。以后再也不来了，真是太失礼。那大家知道这位公子是谁吗？有钱的大人物呗，不然哪能让苏掌柜如此讨好？这位公子呢，就是我们梅花草堂的大东家，《红楼梦》这本书就是他的作品。我招待云公子，也是为了给咱们催第2卷呀。这么说来，我们是误会苏掌柜。苏掌柜，我误会你了，请你原谅我。没想到《红楼梦》的作者竟然是这么年轻的一位公子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！大家对《红楼梦》的热情我已经感受到了，我这次前来也是为了送这第2卷。不出3天就能刊印完成，到时候希望大家来草堂购买哦。真的吗？我已经开始期待了。云公子，到时候务必给我留一本。哎，先给我留，我要是买不到的话，我家娘子呀，非要对我用家法不可。十分抱歉，想买《红楼梦》的客人实在是太多了，小店实在是没法为各位留书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们交一个定金，等到刊印完成，我第一时间通知各位。那要登记的来我这里。苏掌柜，我要3本《红楼梦》，这是定金。我要5本，这是定金。哎，先说我的，求求了，我真的不想再挨揍了。来，荀公子，咱们就这么一会儿收了这么多定金，你也太厉害了。当下最要紧的呀，就是赶紧联系书局，把这第2卷刊印出来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哎，不着急。苏掌柜，你知不知道临江城哪里出售宅院？这个我不知道。云公子是打算购买宅院吗？没错，最近也赚了不少钱，我想把未婚妻接到城内来住。啊，要不我陪公子去转转，说不定就能找到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去就行。你想必就是梅花草堂的大东家云逸吧？正是在下。阁下是？是你就行。来人啊，把他给我带走！大胆！光天化日，你们难道想强行把我绑了？朗朗乾坤难道没有王法了吗？王法？在这临江城，老子就是王法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绑起来！出了什么事儿，有我兜着。在这临江城，我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都给我住手！谁呀？敢对我大呼小叫？我姐夫可是王知府，
姐夫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王知府啊，你好大的官威啊！小舅子竟敢当街绑人！混账东西！谁让你打着我的旗号在这临江城为非作歹的？姐夫，不是你说的有什么事你顶上吗？你给我闭嘴！有四皇子在，还敢胡言乱语！四皇子，姐夫，您先息息火，我做这一切都是被云逸他逼的。好了，有话直说，有四皇子在，定会给你个公道。倚天城见过四皇子，四皇子有所不知，我一家世代经营书斋，家父呕心沥血，终于做出旷世神作《红楼梦》，结果没想到被他给偷了，然后借此书稿以谋取暴利。小人实在看不过，所以才带人做了这件事。王知府，臣在。倚天城所说是否属实啊？回四皇子殿下，下官确实在早年间在岳丈的书房里见过这《红楼梦》的书稿。当真？四皇子在。下官没有半句虚言。本皇子再问你一遍，此话当真？四皇子放心，我拿项上人头担保，此言确实。这云逸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任何功名的白衣，他何德何能写出《红楼梦》这样的旷世巨作？云兄弟，王知府和倚天城说你盗取别人的书稿。云兄弟，四皇子为什么对他面带笑容？而且两个人看起来很熟悉啊！回禀四皇子，这《红楼梦》确实不是我写的。《红楼梦》不是你写的，但是也不是这倚天城父亲写的，而是一个千古奇才曹雪芹曹先生写的。曹雪芹，他人在何处啊？曹先生早就已经逝去了，我也是偶然才得到了他的书稿。我是实在不愿看如此巨作埋没。所以才刊印发行的。不知道阁下的父亲是如何写的《红楼梦》，还有王知府是如何在岳丈家中看到这书稿的？大胆云逸，一派胡言！刚才四皇子问你这曹雪芹在哪儿，你说死了，这分明就是借口。请四皇子明鉴，这云逸就是想盗取书稿谋财。你说袁兄弟见财起意，那你可知袁逸乃是庄先生的关门弟子，又与我是结拜兄弟，以他的身份区区钱财算得了什么？什么结拜兄弟啊？这云逸和四皇子竟然是结拜兄弟！完了，我竟然惹到了这么厉害的人，我完了，全完了！并且袁兄弟在前几日研制出了精研的制作配方，单凭这一配方，他就可以富可敌国。但是他把配方送给了庄先生，如此一个淡泊名利、心怀天下的人，你们竟敢污蔑他！没想到四皇子对我的评价竟然这么高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个淡泊名利的人。王永贵，还不如实交代！四皇子殿下，这《红楼梦》确实不是我岳丈所写，都是因为我这小舅子，他说这书斋的生意都被梅花草堂抢走了，所以才出此下策。终于说出真话了，袁兄弟，今天如何处置这二人呢？全听你的。全凭四殿下做主。王永贵纵容家人鱼肉百姓，作恶多端，立即革职查办。倚天城当街绑人，流放3千里。四皇子饶命！四皇子，松开我！四皇子，四皇子！多谢四皇子出手相助。我们是兄弟，再说这话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兄弟了。对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万永安，万家货行的掌柜。万家货行？整个大周皇朝排名第1的万家货行？区区小生意，不足挂齿。云小哥，叫我万胖子就行。云兄弟，我正要和万掌柜商讨精研销售之事，这精研是你所研制，不如我们一起吧。行，好，请。云兄弟，万掌柜，现在没有旁人，都是咱们自己人，你们可以畅所欲言。对于精研之事，你们有何看法？四皇子殿下，你也知道，第一批精研早在半个月之前就已经提炼出来了，可是事关重大，哪怕是万家货行也不敢轻易销售啊。是因为盐商那边的压力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一直以来，大周皇朝的盐业都掌握在盐商们的手中，他们赚得盆满钵满，
自然不允许别人插手。如此一来，想要推广精研，势必困难重重啊。云兄弟果然有经世之才，看问题就是一针见血。没错，盐商们不知道从哪儿得到消息，知道了精研之事，他们身后的各方势力也开始施压，哪怕有我和庄先生从中周旋，也很难推行下去。不仅如此，就连我们外家货行都因此受到了打击，这个月利润都下滑了30%有余。云兄弟，可有良策？云兄弟，可有良策？一字记之曰：退。退是不可能退的。精研之事关乎国之大计，哪怕困难重重，也必须推行下去。庄先生还说云逸是治世之能臣，没想到就这点手段，我终究是高估了他。殿下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我说的退，不是让你们放弃精研，而是放弃部分的市场。这又有何不同？想必精研炼制成功之后，殿下和万掌柜应该品尝过了。两位觉得味道如何？用精研做菜，要比精研好吃不止10倍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那如果现在让两位重新用精研做菜，你们还会愿意吗？我倒不是贪图享受，自从尝过精研炒的菜之后，再用精研，实在是难以下咽。说句难听的话，精研是什么垃圾货色？这不怪两位，而是人之常情。有条件享用更好的东西，谁会愿意委屈自己呢？对于那些达官贵人而言，也是一样的。他们一旦尝过了精研，就再也看不上轻研。你是说，将精研卖给那些人？没错，盐商背后的势力之所以打压精研，就是因为清楚精研一旦问世，他们的轻研将再也没有市场。可如果我们只卖给达官贵人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你接着说。不动老百姓这边的利益，再以殿下你的身份大力推行精研，那些人自然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甚至于他们也想要品尝精研。此法倒是可行，不过对于增加盐税、补充国库之事，貌似没有太大的作用。达官贵人的数量，终究比不上亿万百姓啊！不，只有先进场，才有谈条件的资格。如今咱们连精研都卖不了，其他的都是无稽之谈。但是，如果打开达官贵人的市场，那距离卖给百姓还远吗？一语惊醒梦中人呐！赵征懂了。不过，殿下，你还有一件事说错了。何事？想要收取盐税，补充国库，反倒是达官贵人才是真正的主力军。这怎么可能？有钱有势之人不过凤毛麟角。大周皇朝更多的还是普通百姓才对啊。话虽如此，可是普通百姓手头没钱，又怎么舍得购买昂贵的精研？对于他们来说，精研也好，轻盐也罢，并无区别，只要价格足够便宜，再差的盐也是可以使用的。我明白了，普通百姓本就使用不起精盐，我们看似退了，让出了市场，可实际上这个市场根本就不属于我们。正解，既然面向的是达官贵人，一斤卖个20-30两银子，他们也买得起。如此算来，殿下还觉得收不到足够的盐税吗？赵征受教了。万掌柜，此事就交由你来办，我也要去找庄先生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殿下慢走。好啊，没想到云小哥对商贾之事有如此独到的见解，万某佩服。若有机会，还希望能和云小哥多多合作。万掌柜，我这里倒是还有一个赚钱的买卖，不知你感不感兴趣？感兴趣，感兴趣。不知道是什么买卖？别急啊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先生，精研之事有进展了。来，快快坐下。怎么回事？你快说清楚。今天
我遇到云逸兄弟，他告诉我，想要推行精研，只需要一个字：退。哎，先用这样，然后我们原来如此，给那些达官贵人，然后我们的设备上。我一直以为自己足够高估这位关门弟子，没想到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优秀，竟然能想出这种方法。是啊，之前我还觉得先生对云兄弟的评价过高，现在看来，他果然是治世之能臣。云兄弟虽然还是一介白身，但我想上奏父皇，给云兄弟求个一官半职。如此甚好。云小哥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我打算制作几块肥皂。肥皂？这是何物？此物就是肥皂，一种可以用来清洁污渍的好东西。清洁污渍啊？对，一会儿啊，我把这些东西放到热水里，半个时辰就可以完成了。好了。若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我绝对不敢相信，这猪油和草木灰混合在一起，可以制作成肥皂。云小哥，你刚才说这肥皂可以用来清洁污渍？没错，你要不信的话，我们试试便知。看好了。只是轻轻揉搓几下，脏衣服竟然就干净了。哎，这太神奇了吧！云小哥，这该不会就是你说的赚钱的买卖吧？没错。万掌柜，你觉得这肥皂买卖如何呀？好，太好了！这肥皂的清洁能力绝对能受到达官贵人们的追捧。云小哥，你是否愿意同我合作？你出技术，我出资金，到时候赚的银子，咱俩一人一半。我故意当着万胖子的面展现肥皂的制作过程，就是想试试他知道配方以后会不会翻脸不认人。看样子他的人品还是值得信赖的，以后提炼香水、制作玻璃等生意也可以和他合作。有了万家货行的渠道，能省不少事儿。云小哥，你意下如何？当然不行。学生见过庄先生。请起。云逸，我还以为这段时间你在刻苦读书，为乡试做准备，没想到你竟然在做生意，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。你可知商贾之道终究只是小道儿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读书人该做的事情。你难道忘了之前所做的横渠4句了吗？先生，您错了。云小哥，你在说些什么？庄先生怎么可能错了？还不快向庄先生道歉！你先下去吧。云逸，你说我错了，那你解释解释我错在哪里？先生，商贾之道不是小道，同样也可以治国平天下。先生，商贾之道不是小道，同样也可以治国平天下。这不可能，读书人只有参加科举、从事当官这一条路。先生，学生给你举个例子吧。此物名为肥皂，是用草木灰和猪油炼制而成，可以清洁污渍。一块的成本不超过2文钱。如果先生要出售肥皂，不知先生该会如何定价？此物成本如此之低，哪怕一块肥皂卖4文钱，也能有1倍的利润。那我就定在4文钱吧。如果是学生定价，学生会定在100文。什么？100文？50倍的利润？你也太贪婪了吧！此物肥皂现在可是有价无市，别说100文，我就算定价在200文，那些豪门富户也会趋之若鹜。对于他们而言，此物乃是稀有的高端产品，不仅能够便利于生活，而且能不能用得起，也是身份的象征。你说的确实没错，可是如此一来，平民百姓岂不是就用不起这种好东西了？先生完全无需担心这个问题。就算肥皂的定价很高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价格也会随着迅速下降。而且，
定价高也是有好处的。价格高还能有好处？自然，一块肥皂100文，那就只有豪门富户消费得起。他们每购买一块肥皂，就会有100文从他们的口袋流出到我们手里，而我们需要购买猪油、草木灰、雇佣工匠，这些钱又会有一部分流到屠户工匠们的手中。哦，屠户工匠他们要购买粮食，这些钱又会流到农民的手中，看似是通过肥皂赚取巨额的利润，其实也是在把富人们的钱进行重新的分配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的利润高，原材料的采购价格还有工匠的待遇都可以得到提高，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吗？妙哉！世人皆言商人逐利，却无一人能把商人的价值分析得如此透彻。如果没有商人，我们大周皇朝就会是一滩死水，穷者越穷，富者越富。云逸，为师受教了。一直以来都说商贾是贱籍，士农工商排在最后面。不过云逸的话让我茅塞顿开，必须要将此番言论写成奏折，上报给陛下才行。陛下，四皇子殿下有本启奏。老四，他该不会又是为了经言的事情上奏吧？这小子还是嫩了点儿，根本就不知道盐税背后有多少势力在角逐。哪怕朕身为天子，也要权衡利弊，不能一口气打压所有势力。把奏折呈上来吧。一字记之曰退。好办法，好办法呀，此计可行。云逸，庄先生的关门弟子，如今还是一介白身，老四想要为他求个一官半职。陛下，自我大周皇朝立国到如今，还没有白身当官的先例，贸然破例，说不定会引起朝中大臣的非议呀。你说的对，不可开此先例。况且这云逸只不过是有点商贾之道的小聪明，不一定能当个好官。启禀陛下，庄敬安庄先生有本启奏。还真是巧了，老四刚送来折子，庄先生的折子也来了，把折子呈上来吧。论商贾之道，堂堂大儒怎么还研究起这种小道儿？庄先生还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没想到商贾之道竟对大周皇朝的发展有如此重大的影响，不愧是庄先生，看问题就是透彻。朕之前冒失了。云逸，又是云逸，他一介白身能有如此独到的见解，先是老四，又是庄先生，都对这个叫云逸的年轻人推崇备至。不行，我必须去临江城微服私访，亲自考察。若是云逸真有经世之才，就算是破了先例，朝中大臣反对，那又如何？怎么了这是？地震了！快跑呀！怎么了这是？好吓人呀！发生了什么事？先生，地龙翻身，我收到手下的情报，临江城附近起码有10几个县城受灾，几十万灾民因此流离失所。我都知道了，我已经通知各县开仓放粮，并且禀告给朝廷，拨下赈灾款。可是各县粮仓只够坚持3、4日啊，而且国库空虚，想要凑齐赈灾款，少说也要10天半个月。到那时候，不知道会有多少灾民被饿死。这些事我又何尝不清楚？但事到如今，只有一个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借。
叶枫见过四皇子殿下，庄先生。叶掌柜，老夫直接开门见山了，我和四殿下来此，是想要借1万担的粮食。四殿下，庄先生，不是在下不想借呀，实在是粮行也没有余粮了。或者1000担，如何？1000担也就只有10万斤，城外有几十万灾民饿肚子，连1天的量都不够。你这分明就是不愿借嘛！四殿下，小人冤枉啊！这1000担粮食都是小人东拼西凑才能拿得出来的，还请四殿下明鉴呐！罢了罢了，1000担虽少，也比没有好。老夫在此谢过叶掌柜了，告辞。哼。爹，咱们粮行明明有大量的粮食，你为什么说没有了？傻孩子，如今地龙翻身，几十万难民缺粮食，正是咱们叶家粮行发财的机会。把粮食借给他们，难民吃饱了，咱们去哪儿赚钱呢？原来如此，孩儿受教了。四殿下，庄先生，我们王家粮行的粮食也不多了，最多只能拿出1000担粮食。你这样的话就可以了。临江城3大粮行都说自己没有粮食，这分明就是不想借嘛！先生，就让我带兵去抄了他们的粮行吧。哎，四殿下，万万不可！为何？四殿下想得到的事情，3大粮行自然也会想到。粮食说不定早就被他们转移到了其他地方。带兵抄粮行，不仅不会有收获，还会被3大粮行借题发挥。云逸说的对，如果2殿下、5殿下他们知道这件事，肯定会在朝中暗中使绊子。到时候4殿下不仅救不了灾民，自身都会陷入麻烦中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难不成我们就什么都不做，眼睁睁看着灾民被活活饿死吗？四殿下别急，我和万掌柜就是为了此事而来。没错，地龙翻身的第一时间，云小哥就意识到会有大量的灾民流离失所，粮价也会因此暴涨，所以我们抓住机会，在周围几座城池购买了1万担的粮食。1万担粮食，也就是100万斤。1名难民1天，最多也只需要1斤的粮食，100万斤足够几十万难民坚持4、5天了，还是坚持不到朝廷的赈灾款下来啊。是啊，不过这1万担粮食已经解了燃眉之急了。云逸，为师为有你这位弟子感到骄傲。老师，四殿下，实际上已经足够了。老师，四殿下，实际上已经足够了。此话怎讲？云兄弟，几十万灾民，100万斤粮食是绝对不够的。是的，我计算过，这100万斤粮食再加上各县粮仓里的粮食，最多只能坚持10天，而朝廷的赈灾款需要半个月才能抵达临江城，这里面还有5天的空窗期啊。我们可以如此这般，首先如此，其次这般，如此这般，还能这样？事到如今，只能试一试了。云小哥，高，实在是高啊！来来来，卖粮了！行行好，老爷，去！老爷，行行好，给口粮食吧！我娘的腿在地震中被砸断了，求求你们，给我1斤粮食，给他老人家补补身体吧！滚滚滚！吵什么吵？我这里是粮行，不是善堂。想要粮食就花钱买。我有钱，我有钱，给我3斤粮食。10文钱也想买粮食？做梦呢你！可是之前1斤粮食只需要3文钱啊！那是过去的事儿了，如今全城的粮食都涨价了，100文1斤。什么？100文1斤？你这分明就是趁着地震趁火打劫！爱买不买，不买就给我滚！一群穷鬼，别来影响我生意！
这行，就给我来10文钱的粮食。传四殿下之命，全城难民前往城门口领粮食，每人每天可以领取1斤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我们有救了！多亏了四殿下，多亏了四殿下，咱们有活路了。还愣着干啥？赶紧去领粮食啊！走！我们有救了！哼，不就是借了一些粮食吗？我倒要看看能免费发放多长时间。等到没粮食了，这些难民还不是得乖乖回来我这里卖？到时候我卖200文1斤。老爷高啊！快领粮了！大家排好队，咱们登记领粮。谢谢大老爷！哎，感谢小哥，终于不用饿肚子了。要谢就谢四殿下吧。都要谢，感谢四殿下，感谢庄先生，感谢小哥，只不过是……老人家，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今天有粮食领，明天是不是就没有了？粮食多的是呢，每天都可以来城门领取。不信的话，你看。哎呀，有这么多粮，好多粮食，好多粮食，好多粮食啊！这么多粮食，这么多呀！有救了！我娘有救了！这里一共有几百万斤粮食，哪怕每天每人领1斤，也够领取大半个月。到时候朝廷的赈灾款下来了，大家伙也就不用担心饿肚子了。这样子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呸！三大粮行还想趁火打劫，涨粮价，就让他们的粮食在仓库里发霉吧。我就知道朝廷不会抛弃我们的，多谢各位大人，多谢各位大人。好了，各位，赶紧排队，快领粮！你们家里人还等着粮食做饭呢。哎，领粮，排队领粮。谢谢。谢谢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四皇子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几百万斤粮食。早就知道了，这消息都传遍整个临江城了。这么一来，我们想要趁着地龙翻身，狠狠赚一笔的想法，岂不是泡汤了？哎，谁说不是呢？不仅如此，还因此得罪了四皇子，以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。事到如今，只能够一不做二不休了。你难不成想要对四皇子动手，还是对那些粮食动手？你该不会是疯了吧？以后出门别说认识我，我怕被你连累，大门抄斩。你不是说一不做二不休吗？我还以为你……我的意思是，之前我们借口没有粮食，已经得罪了四皇子，还不赶紧好好表现一下，挽回一下在他心中的印象。哦，你想借粮？没错。可是如今四皇子并不缺粮食，之前借粮是雪中送炭，现在借粮，充其量只是锦上添花啊。你还有更好的选择吗？借。那你呢？借。云兄，你这个将杂草装进米袋的法子还真是高明啊！伪装成有大量粮食。今天一大早，三大粮行的东家主动找到我说要借粮之事。四殿下是怎么回答的？我按照你说的一直推脱，我都在担心他们会不会改变主意。没想到越是推脱，他们越是着急，最后直接不说借的事儿了。扬言要为了大周皇朝出一份力。你是不知道那三人当时的脸色有多难看。我看时机差不多了，才趁机给了个台阶，让四殿下顺理成章地收下粮食。东市先生配合得好啊！还是四殿下的演技出色，还是袁兄弟的计策高明啊！两位谬赞了，我只是尽了一点微薄之力罢了。云逸啊，虽然为师说过很多遍，但是为师还是想再说一遍，能收你为弟子，
是我一生的骄傲。如今粮食危机已经解决，难民们也不用再饿肚子，我们也可以闲下来了。殿下，这地龙翻身带来的影响远不止如此，我们还不能休息。哦，朕倒是想听听，还有什么影响？儿臣见过父皇。见过陛下。云逸见到当今圣上，还不赶快行礼？朕是微服私访，不必多礼，请起。在微服途中，朕得知临江城地龙翻身的消息，还在头疼赈灾粮款的问题，没想到你已经解决了。可是你说影响还没有结束，又是何意？启禀陛下，地龙翻身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如今粮食问题解决了，但是他们的家园还未有重建。此言有理，要安置几十万难民，确实是一件大事。父皇，几十万的难民，光是重建住宅就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如今国库空虚，恐怕拿不出这么多银子。是啊，银子应该去哪儿弄呢？陛下，草民倒是有个法子。哦，什么办法？以工代赈。何为以工代赈？我们可以让难民们自己重建家园，用粮食以及少量的钱财作为报酬。如此一来，难民们有了新的住宅，另一方面，他们也不用担心没粮食饿肚子，比单纯的发粮食更加有效。没错，这样不仅可以缓解国库空虚的问题，等到精盐开始出售，收取到大量的盐税，所有的危机自然迎刃而解。好主意，以后任何灾情都可以用以工代赈的方法，让灾民们用自己的双手重建家园。怪不得老四和庄先生都称你为治世之能臣，果然是个大才。陛下谬赞了，都是先生和四殿下抬爱。云逸听旨。草民接旨。云逸，你虽为一介白身，但有经世之才，朕特破例封你为临江城知府，望你能造福一方百姓。云逸还不领旨谢恩？云兄弟，这可是大周皇朝第一例白身当官。臣谢主隆恩。有为，今日陛下封我为临江知府了。相公，这官都升了，是不是该升点别的了？哎呀，有为，哎呀，就是我觉得，我们是不是有点进展的太快了？哎，那我就，元叔，我尼玛，快来呀！我是有点急事，你赶紧的。